这么多年，我的婆婆从来看不到我的付出，爸妈体检、亲戚忌口、穿衣尺码，大大小小全是我一件件记下，一件件跑。我尽心尽力为她办60大寿，最后反倒落一句：我沾她儿子的光。秀琴啊，你这镯子可真够分量的，得好几万吧？这明旭有本事，这么粗的金镯子，刚买就买，眼睛都不眨一记。秀琴，你这辈子值了，你这么孝顺，你就在家享清福吧。婉宁啊，侬嫁到我们家来也算是享到福气了哦。女人嘛，要晓得自己是沾了谁个光的。要不是明旭能挣钱，你哪里过得上这种好日子？妈，我没有。就是的，秀琴讲的对，做媳妇要晓得好歹。旗袍是我跑3家店挑，镯子刷的我的卡，酒店定金我付，到头来都是他儿子的功劳。明旭这种男人，打灯了都难找，侬好福气哦，婉宁啊。妈，金镯子是婉宁买的，您今天这一身从头到脚也都是她跑了3家店挑的。您夸我孝顺可以，但别带着我老婆买的东西说她沾我的光。我又没说他没出钱，亲戚夸你2句，你当众较什么真？我没较真，刚才那句沾帮，您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哎呀，秀琴今天高兴，说话顺嘴。婉宁是儿媳妇，给婆婆买礼物也正常。大姨，要是您过生日，大姨夫带着您女儿买的镯子，到处跟人说女婿有本事，您女儿心里舒服吗？一家人谁买不一样。二舅，谁买都一样，那刚才也可以夸婉宁。妈，今天您生日，先吃饭，该高兴还是高兴。我这辈子最看重脸面，今天娘家姐姐、舅舅，还有最爱攀比的表嫂全都在场，居然被亲丧儿子当众拆穿，我这脸往哪儿放？秀琴啊，来笑一个。哎呦，你别讲，你戴着这金镯子，衬的人真显年轻的。今天这场寿宴，从酒店到伴手礼，我确实费了很多心思，可我没想把婆婆的生日变成谁给谁论功的场面。生日快乐！辛苦你了。今天剩下的我结。家里大小事儿还是得靠明旭撑场面。表嫂，这次全是婉宁一手操办的。明旭，今晚你大姨他们都在，你让亲戚怎么看我？他们会看见，您儿媳妇也对您好。我没说她不好。您说她沾我的光。我随口一句，侬那夫妻俩记得倒清楚。哼，你现在对他倒是护得紧。他忙了半个月，今晚该歇着。妈发群了，9张图没有我。有镯子就有你，你选的。那功劳算镯子的？算你的，我去和他谈。别吵。我知道。婉宁，昨天蛋糕订的还行，你大姨说不太甜。那家可以提前调糖，我让他们少放了一点。难怪。不过下回当着亲戚还是别让明记说那些了。侬花了钱，我心里有数。可一家人过日子，什么都摆出来讲，显得生分。妈，您心里有数，昨天那句话就不会说。我说什么了？一句沾光，让你们2个记到现在。您说顺嘴了，婉宁听着难受也顺便吗？他难受可以自己说，用不着你替他出头。妈，我昨天确实不舒服，我给您准备生日是真心把您当家人，可当着满堂亲戚，您带着我出钱买的镯子，说我沾您儿子的光，这话我实在没法当做没听见。我也没让你买那么贵的。我知道，是我自己想买。那你现在翻出来说，意思就是我不该收。妈，婉宁的意思很简单，她的心意别变成我的面子。结婚以前给我买双鞋都不知道尺码，结婚以后倒会替你老婆讨公道了。鞋码也是他记的。您穿37码，运动鞋大半码，爸牙不好，坚果礼盒不能买硬的，大姨高血糖送无糖点心，舅舅腰不好，座位避开空调口。这些都是婉宁记的。他细心，我没说他不细心。您以前每次收礼
都夸我会办事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夸你2句怎么了？您夸我没问题，别踩着他夸。什么叫踩着他？我当婆婆的，在外人面前说儿子有本事，也得先打报告。您说我有本事，可以；说他沾光，不行。顾明旭平时性格并不冲，他做事讲效率，也懂分寸，很少在家里跟父母硬碰硬。可这2天，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矛盾轻轻接过去。今天这些话，你们是打定主意要跟我算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妈不是算账，是把事情摆明白。她嫁进来这几年，我少照顾她了。她给我买个镯子，你们就非得让我给她立块碑？没人要您立碑。以后谁做的事儿就说谁做，谁花的钱就说谁花。您体检是婉宁预约的，爸补家是他抢的号，过年礼盒是他买的。亲戚问起来，您说一句他费心了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就晓得他心里头记着账呢。这不是他给您的，是我拿的。哼，你们2个夫妻一条心，讲啥都一样个。我们本来就该一条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事我多接一点，您有事先找我，别默认婉宁会替我记着。侬啥意思？他不管我了？他管您是心意，不是职责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会分你我了。别管妈刚才那句，妈会觉得是我让你说的。那我更得说。晚年一到母亲节，鲜花礼物全是我提前敲定，再填成顾明旭的名字，由他出面送出。今年不用了。今年母亲节礼物我全权负责，你不用再费心了。喂，宝宝，妈平时喜欢什么颜色？你自己观察。他穿多大码？丝巾不分码。那丝巾到底能不能送婆婆？能。这条蓝紫色的真丝会不会显老？你确定这是给妈，不是给广场舞队长？你终于回我了，我现在知道你以前为什么一买礼物就逛半天了。你自己决定。给点提示。妈喜欢低调一点的颜色，别买太亮。她脖子短，丝巾别太厚，包装袋要好看，她会拍照。你不是不管了吗？我只是说一句。这句价值很高。就这条，结账。好的，先生，这款很适合长辈。先生，这是我们母亲节专属的礼盒，您看用这个给您包起来可以吗？太花了，看着眼晕，换那个纯黑的包装袋，简单点。先生，纯黑的送长辈可能不太……就那个，装起来吧。你买的？我买的。颜色问过婉宁，我自己去店里挑的。哼，我就说你怎么突然会买这些？今年我开始练习。婉宁，帮我看一眼手机。今年这条颜色挺沉稳，不过没去年那个胸针好看。去年那个真精致，一看就是明旭用心挑的。去年胸针是沈婉宁挑的，我今年第一次自己买丝巾，审美还在补课。明旭现在求生欲好强，男人买礼物都这样，怕老婆查岗吧？不是怕查岗，是以前很多事他做了，大家都对我说做。你大姨开个玩笑，你这么认真干什么？免得他以后还夸错人。他夸你，你还不乐意了？这几年我听了太多不该听的夸。行，以后你们一个个都清清楚楚，花是你买的，钱是他出的，包装袋是导购拿的，行了吧？妈，您生气可以冲我来。母亲节礼物是我买的不够好，跟婉和没关系。买礼物比开会难。我以前一年买10几份，
知道。今年我先从我妈这边开始，以后我家亲戚的礼我自己寄。你忙得过来？忙不过来就少送，礼不到位我挨说，不能让你替我做，还让别人夸我。我妈问体检的事，爸上次说牙也不舒服，体检和牙科最好分开预约。以前体检这么麻烦。套餐怎么选？看项目。空腹项目呢？预约页面会写。牙科挂哪科？口鸣科，自己搜。明旭啊，你给我和你爸约的什么体检？你爸插甲状腺干什么？他脖子又没事儿，我这牙口好好的，你给我加个口腔检查。我改一下。以前沈婉宁都是一次约好，你去缴个费就行。今年怎么这么乱？以前是他记得清楚，今年我接手，正在熟悉。他再忙，点几下手机的事儿能费多大功夫？妈，这不是点几下，要看病史、旧报告、空腹要求，还要排时间。以前他做了，您没觉得麻烦，现在我做乱了，您才知道他麻烦。你现在处处替他说话。甲状腺彩超取消不了，只能改天。体检中心可以电话协调。这个时间太早，空腹等这么久，我血糖低。妈，您先坐会儿，我找找必报室在哪。你爸口腔检查排到10点半，他一早饭都没吃，能不难受吗？第一次弄，能约上就不错了。你就惯着他，40岁的人了，连父母体检都弄不明白。我今年32。能帮帮忙？32了，我的孙子在哪儿呢？贴成这样，回头都不知道哪份是谁的。明年我会进步。明旭真孝顺，工作忙还陪你们体检。我今年照着沈婉希以前的记录学的，明年继续。你现在是要把我每句话都堵回去？我希望大家以后别把我没做过的事算到我身上。算到你身上怎么了？你是她老公，你们夫妻一体。夫妻一体，不代表他的劳动自动变成我的脸面。行，以后我不麻烦你们。真不会想给我？先不用。万一你漏了呢？漏了你再补，责任先在我。说的倒好听。以前我妈复查和我爸用药都能记反，所以现在要补回来。补不回去了，只能别再漏。提醒设好了。设好了。妈，胸针好看。大牢一刀压住了难看。那就不带丝巾。不带又空，带了又俗。妈，单带胸针就行，简洁。一直好看的。走吧，要迟了。晓得了，急啥？秀琴，你这媳妇儿看着斯文，真能当家。我听说她娘家条件一般，嫁进来之前连饭都不太会做。可不，上次聚餐她连鱼都不会挑刺。家里的账她管，饭她做，婆婆血糖高，她记着买低糖点心。您说的持家，是哪一样她没做到？我就随口一问，你这孩子叫什么真？就是结婚以后被管得太紧，连句玩笑都听不得。不是玩笑，是质疑，质疑我媳妇儿，我要回的。明旭，不是舅舅说你，
你妈60大寿好好的喜事，你当着那么多亲戚翻付款记录，不太合适。我也后悔，应该在他说婉宁沾光的时候就开口，不该等到亲戚夸完一轮。婉宁，你可真有福气，明旭现在维护你，维护的我们都敢开玩笑了。嫂子，玩笑让我难受就不太好笑。你们年轻人现在都讲边界，可婆媳之间很多事儿真没法分那么清楚。秀琴这些年也没太戏，外人看了不舒服。如果点心是您买的，大家夸了大姨祝福10分钟，最后还让她说您沾光，您舒服吗？如果二舅住院，二姨妈跑前跑后，亲戚来了只夸二舅的女儿孝顺，您觉得合理吗？我不介意大家夸我，可很多事是婉宁做的，钱是她花的，时间是她搭的，她不争，不代表我可以装没看见。好在他没有继续排比，也没有把话说成金句。行，你疼老婆我们知道，可你妈也要面子。你在外面处处说清楚，倒像她占了儿媳便宜。我占她什么便宜了？婉宁，你自己说，我这些事做饭有没有给你留菜？你上班不顾家，我都懒得说你，我对你够宽容了。妈，您帮过我，我记得。节日礼物、体检、旅游、医院陪诊，我也一直做。你看，又来了，3句话不到就把自己做过的事儿摆出来。是您先问有没有亏待我。妈，您照顾过我们，我们感谢。婉宁照顾过您，也该被看见。这2件事可以同时成立。我现在就是没看见他，是吧？您看见了也不愿意说。婉宁，下个月你爸生日，你不用准备了。好，我来准备。你准备就你准备，别到时候又说是他提醒的。我不会。这按摩仪看着挺高级。爸，我还给您配了副新老花镜，您试试。度数倒是合适，就是这镜架夹得太紧，戴一会儿耳朵受不了。下次陪您去门店重新调调，让师傅现场整。行了，心意到了就好啊。你妈突然头晕，两了血压高的吓人，社区医生让立刻去医院。我打明旭电话，他在开会没接。你妈不让我找你，可我不知道医保卡放哪儿啊？爸，您先叫车，我过去接你们。那医保卡？妈的医保卡在卧室第2个抽屉，身份证在衣柜收纳盒里，常用药在厨房左侧上柜。你拿好这些，在小区门口等我。爸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血压降得慢，建议住院观察2单子刚出来。您在这守着妈，我去窗口缴饭手续。手续办好了，先去做检查。婉宁，我会议刚结束才看到电话，妈怎么样了？我现在回去，最快下午4点到。别急，已经安排住院了，报告还要等。你吃饭了吗？等会儿吃。辛苦你。爸，妈的病房安排好了。你去忙。住院要洗漱用品、换衣服，家里带，我回去一趟取。您先陪着妈。让你跑来跑去的。我去就回半小时。妈，擦擦脸。不用你弄，我自己来。婉宁，今天多亏你跑上跑下的。他本来就会弄这些。晚这袋舒安灵，护士会来换。降压药医生说暂时按医院的方案，家里的先别吃。你回去上班吧。我下午请假了，晚点再回公司处理。明旭回来就行，不用你在这耗着。他到医院至少要2个小时。哎呦，还是儿子靠得住，出差都赶回来。秀琴啊，你这福气在后头呢。就是，秀琴一命好，明旭真孝顺。这花篮我放床头了啊。从急诊到住院，最乱的几个小时已经过去。顾明旭坐在床边，亲戚们看见的正好是最体面的一幕。我没有委屈到要当场争功，却也没有力气再走进去递笑脸。辛苦了，今天全靠你。先去走廊坐着，我买了饭，桌上。明旭啊，你媳妇儿怎么不进来坐？她忙了一整天，让她歇会儿。妈，喝点水。凉了。
还好。我跟你主任说了，今天算带薪假。你什么时候联系的？在车上。回去休息，后面我来。明早要库抽血，别让妈吃东西。我记了。降压药按护士发的，不用家里的。也记了。今天谢谢你，也对不起。你不用替妈道歉。我替自己道歉。好。昨天辛苦你了，你忙你的工作，医院这边有明旭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没有再接手医院的事，不是赌气，也不惩罚谁，只是顾明旭已经坐到了他该坐的位置上。那个镯子，我怕医院怕医人多磕着，就没带，收起来好。妈，回家以后复诊和用药我来安排。炒个青菜还得称盐，你这是把家里当实验室了？医生说清淡，必须精确。医生又没说把日子过成化学课。这个字太小了，看着头晕。这标签贴的歪七扭八的，跟小学生做楼工一样。婉宁以前煮粥可从来不会扑锅，所以我练。她做的好好的，你何必折腾？以后这些我来。你工作也忙，请陪护也要钱，我亲妈的事儿，我多跑几趟正常。顾明旭，你把降压药、护胃药放反了，这要是吃错了，要命的。老师，对，我想问一下明天复查的那个空腹项目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沈婉宁，你看这个药。明旭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这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？医生要看对比。带了。报告、医保卡、身份证、水杯、药盒，齐了。婉宁以前还会带2块饼干，怕我空腹抽血后低血糖。对，抽血得空腹。妈，你等一下。带上了。爸妈，走吧。医生说了，恢复的不错，继续按时吃药，饮食控制好，再观察1个月就行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我给婉生发个消息，让他也放心。复诊很顺利，医生说恢复的不错，继续按时吃药观察。挺好，辛苦明旭了。妈，流程是照着婉宁以前的记录走的，她之前弄的细，我才没露相。你以前也这么弄的？每次都要记这么多？记下来，下次方便，医生问起什么也能马上答出来。哼，他写的像小学生。比第一次好多了。他工作忙，这些以后也不用全让他弄。沈婉宁，你以前帮我弄这些确实费心。妈，该吃药了，温度更好。你站着干什么？盯着我吃啊？就是怕你忘了。我又不是小孩，用你看着。他不是在嫌他，他只是还不知道该怎么接受儿子把他照顾得这么妥帖。妈，药盒呢？我自己会吃，用不着你天天盯。医生说要按时间。我活60岁，吃药还要你教？
我先去上班了。别跟明旭说，我又不是不吃。好，我去洗碗。大姨送补品，顺手带了多少话过来，你处理。收到。他们年轻人忙，我知道。现在人出院了，后面吃药复查都得自己上心，也不能总指望儿媳妇。人家现在讲边界。沈婉，您真不管啦？姨，我妈后续是我管，她药盒藏起来了，我回来找。谁藏了？我收自己东西。您放抽屉里，我找不到。明旭回来了啊？那你们先忙。你现在连我跟大妮说话都管？您说实话，我不管。我哪句不实？您说自己上心，结果复诊单压在杂志里，药盒藏在抽屉。我不回来，晚上这顿药谁提醒您？你老婆以前会提醒。以前她提醒您觉得是应该，现在她不提醒，您觉得她不管您？我没有这么说。您刚才就是这么说的。我说不过你。红参不能随便吃，高血压忌服。蛋白粉吃前问医生。燕窝1周1次，没必要天天炖。沈婉宁以前贴的比你好看。我知道。她贴的时候还会按颜色分，红色是不能吃的，绿色是可以吃的。我明天买彩色标签。妈，你先去那边椅子上坐一下，我去自助机取号。爸，这是挂号单，等下我们去2楼抽血。取好了，在3楼，我们走吧。你去对吧？我坐这儿等。行。早上没吃东西，饿了就去吃点饼干垫垫。上次落了几件换衣服，顺道取一下。进来吧。冬瓜汤炖好了，医生说我可以喝，你顺道尝一口，看淡不淡。好，尝完我就走。别动，我贴的。挺清楚的。你不用哄我。没放盐，尝尝淡不淡。刚好。你现在被他们说住了，哪有？儿媳妇精明的来，她不管你，让儿子亲自上，最后你还得说他好。时间久了，儿子更觉得他通情达理，你这个妈反倒成了麻烦。婉宁也没坏心，坏心的人会写在脸上。我看你生日那事，明旭就是被他带着算账，以后你收个礼、吃顿饭都要想谁付的钞票，累吧？你现在离不开他以前那些记录，他更加有底气了，儿子迟早会站他那边。大姨，您喝茶吗？不用不用，我马上走。我妈复诊吃药事儿是我这个亲儿子该学。婉宁以前帮了4年，我现在补课。您要是心疼我妈，就劝她按时吃药，别劝她跟儿媳妇争输赢。我随便讲两句，侬们年轻人别上杠线。您每次随便聊完，我妈晚上血压都高。我就是听他说几句。您听完会不开心。他也是关心我。关心您的人不会让把身边的人都推远。妈，您别慌，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哪家医院？市2店。走，我送你。你上午不是有会？我请半天假。明旭，你去忙工作吧，别耽误了正事。爸，先把石膏打好再说。妈，我刚在网上查了，给爸买了个可折叠轮椅，还有洗澡用的防水套，明天就能送到。
婉宁工作忙，你们不用都陪着，我这几天请邻居帮忙买菜就行。妈，我下午把常用药和菜先买好，明天再找个临时护工，白天帮您搭把手。这几天我和婉宁轮着过来。不用，哪有女婿天天往岳父家跑的？您住6楼，没电梯，拄拐上下不方便。客气话等脚好了再说。妈，我明晚也可能晚上回。哟，女婿跑岳父家跑这么勤啊？秀琴，你这个儿子现在真是两头忙。婉宁命好啊，嫁进来有人护着，娘家也跟着享福。姨，婉宁照顾我妈的时候，你也说过我妈命好。我爸摔伤，她忙前忙后，我帮一把，轮到谁享福？两边父母都在，谁家有事我们就去谁家。你现在真会说，都是现实事儿，不用会说。辛苦了。明天我找人把浴室防滑垫铺上，6楼爬起来太麻烦，先让爸少出门。你明天不是要去苏州出差？改线上了，会不会影响工作？能协调。你以前协调我妈那些事，也没少影响工作。爸，上午妈打电话问的时候，我不是说不用麻烦送汤了吗？你妈非让送来，你妈说她做别的不一定合适，这个你们看着喝。妈特意把浮油都撇了，还放了山药。哎呦，亲家母太费心了，真是太谢谢了。亲家公，替我们好好谢谢她。行，趁热喝。你现在像项目经理。家庭项目难度很高，我发进咱们4个人的小群里。妈，我回来取爸的牙科报销单，挺好看的。金价涨了，还是儿子有出息，给妈买大金镯子。秀琴这福气真让人羡慕。秀琴姨这镯子太抢镜了，明婿眼光真好，儿子秀疼妈。金价这么高，名嘴舍得。沈婉宁也跟着享福，老公这么会孝顺。喂，明旭啊，妈，群里的视频您看见了？你李阿姨他们随便发的。您当时在场，他们夸我，您没有说一个字。夸2句而已，有什么好纠正的？妈，我看过付款记录，镯子是婉宁买的，您清楚。从买到送，您一次都没提过她，不是忘了，是不想说。我怎么就不想说了？我高兴一下什么错？您高兴没有错，但您用她的付出撑了自己的体面，还让她一个字儿都不能提。我哪里让她不能提了？她要说谁拦她了？您知道她不会说，所以您才放心。妈，她做的事儿您拿去用，然后当她不存在，您心里比谁清楚。我是她婆婆，她孝顺我天地义。孝顺是她情愿，但您把她的情愿变成了您自己的人设。什么人设？你说话好听一点。您在那些朋友面前是儿子孝顺、儿媳贤惠的好婆婆，但这个形象是靠她垫着撑起来的，您从来不说。我就是没想到要说。妈，没想到和不想说，您自己分得清。我明天去接您，我们当面谈。沈婉宁，以后你来处理。不是算账，我把我知道的都交给你。以后你爸妈的体检、复诊、节礼、亲戚往来你负责，需要我时间也要给我爸妈、给工作、给我自己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下次别人夸你孝顺，如果这件事是你做的，我跟着夸；不是你做的，你自己讲清楚。好。你把这些都整理给明旭了？他以后负责。你这是要跟我们家分清楚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那些事，您可以继续找明旭。
妈摘了。他说怕刮坏，先收起来。他问你是不是不想管他了？你怎么说？我说他有亲儿子。你们还真把我当项目组。这些是交接，不是让您签字。交接什么？我一个当妈的，还得从儿媳妇手里交接给儿子？对，您每年3月扎甲状腺，6月做基础体检，血压药每次开1个月，复诊前1周要挂号。爸牙科这边补牙后半年复查，家里医保卡病历本报销单的位置我重新贴了标签，亲戚生日和节礼偏好在这里。以前婉宁都提前买，费用从我们共同账户走，以后由我买，预算也从我这边出。以后做的不好，您骂我，别再说婉宁不管。他弄这些的时候，怎么从来没说？他说了，你也未必听。你少插嘴！他以前说过，生日宴那次他没有要您还钱，只想让您别说他沾光。母亲节他没提醒我买礼物，是想把我的责任还给我。医院那次他跑了1天，您当着亲戚说还是儿子靠得住。你现在一件件翻出来，就是觉得我亏待他。我觉得您没看见。拿走吧，我看着头疼。放家里一份，您要找什么也方便。我不用。爸会用。我用。牙科那个医生电话在哪一页？你妈刚才看了好几页，看到婉宁给她预约旗袍修改那条，眼眶有点红。爸，别劝她马上道歉。我知道。你妈会适应吗？会闹几天。然后呢？然后发现事情还得办。下周复诊是几点？周2上午9点半。你爸牙科怎么改时间？我来联系医生，改好告诉你。大姨家孩子升学宴，礼金给多少？800，和上次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旧账上有记录，我查过了。大姨升学礼金已确认，补进共享表格了。收到。牙补好了，明旭这小子安排的还挺明白。挑不出大错，心里更堵。我妈让拿的，说你最近加班，吃点水果。他写的？嘴上不说，偷偷写的。我也没想到，放袋子的时候才看见。已经贴好了。妈，我临时有个项目会议被绊住了，可能晚半茬到。您先在医院门口等我，别自己上去。我又不是小孩，等什么等？检查单我昨晚放您包里了，身份证和医保稿也在夹层。您到门口给我发消息啊，千万别乱走。行了，你开会吧，啰嗦。你怎么连这个都弄不明白？我儿子以前一来就办好了，磨磨蹭蹭的。哎，怎么不动了？阿姨，机器有点卡，我帮您重启一下，稍等啊。还好，您到医院了，到了，那就好。妈，路过买的低糖点心，你以前给你大姨买过这种，我记得你也能吃。您怎么过来了？医院离这边不远，今天复诊挺顺利，明旭后来到了，他照着你以前的记录做的流程，没漏。那就好。以前很多事，我接了你的好，连给了我儿子。生日宴那天我说话难听，住院那天亲戚夸明旭，我也顺着听了。还有体检节礼，你爸住院送汤那些事儿，我嘴上总不肯认，我怕一认就显得我这个婆婆占儿媳妇便宜。我今天来不是让你以后继续全管，明旭亲儿子，该他做的让他做，以后我需要你帮忙，会先问你有没有空。好，点心你拿着。
别空腹喝咖啡。我看你刚才出来脸色不太好。谢谢妈。聊完了？怎么，怕我欺负你老婆？怕你俩不带我吃点心。哼，你自己买去。没事吧？你妈给的。进步很大。我听见了。我说点心很大。今天戴个，今年生日你别操心，许明是我自己订蛋糕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哟，秀琴又戴上了，这镯子真压得住场，还是明旭有眼光，买的就是大气。这镯子是沈婉宁买的。去年我60岁，婉宁订酒店、选菜、买蛋糕，还给我挑了这只镯子。我当时带着它说了句糊涂话，今天补回来。沈婉宁眼光真好，这款现在很流行呢。是啊，儿媳妇有心了。是有心。这几年我和老顾体检住院，亲戚来往，他没少费事。以前你们夸明旭，我听着高兴也没细说。哎呀，一家人嘛，谁做都一样，分那么清楚安排，谁做都该说清楚。明旭现在也会弄体检和复诊了，虽然字还是丑。妈，今天生日宴上攻击儿子不太合适吧？我说实话，确实丑，跟狗爬似的。低糖的你能吃？谢谢妈。来来来，大家吃菜，别光看着。低头吃面，吃得很慢，免得被汤汁溅到。这个给你，我自己整理了一份。以后你是亲儿子，你先管。沈婉宁愿意帮，你再谢谢他。标签是你妈贴的，贴了3天。没人问你。挺清楚的。年纪大了，怕忘事儿。我会管。管不好就问沈婉宁，别自己瞎弄。您刚说我先管。先管和瞎管有区别。明白。沈婉宁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晚上有。来家里吃饭，我买了鱼清蒸，你爸妈要是有空也一起叫来，没空也不用硬来，提前说就行。我问问他们。我呢？没人问我。你是亲儿子，自己看日历。他现在写便利贴越来越顺手。你遗传的不好。我的标签现在也进步了。继续练。亲家母，多喝点汤，这个养胃。亲家公，你血压高，少吃点咸的。那道鱼我特意少放了盐。亲家母，你记性真好，连老沈的口味都记得这么清楚。我以前也不差，就是没往这上头用。少吃，上次体检胆固醇高，你自己册子上写着。明旭在家地位不高啊。我负责执行家庭健康管理。说人话。我妈不让吃。现在有的年轻人啊，稍微出点钱就觉得了不了得了，把坡给儿子一个人忙前忙后，自己退催二线，当甩长告。大姨说的对，哪有儿媳妇不管婆家的？这传出去那叫不孝养。大姨这话明显是冲着我来的，如果不解释清楚，亲戚们还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。以前你做了那么多，他们装看不见，现在你刚把担子交给我，他们就跳出来指手画脚。婉宁，你已经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是个好儿媳了。这次的清白，
不该由你来剖白。我姐这是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才跟婉宁把话说开，你家人刚吃个安省饭，她跑群里发什么疯？他是看你现在不用他出主意了，心里空落了的，非得找点存在感。我现在打电话跟他说明旭是我乐意的。明旭现在干得挺好，婉宁以前也辛苦，大家早点休息。爸在群里说话了。爸平时最怕麻烦，这次倒是干脆。建明啊，你们好周末怪家族聚会，我倒要当面把话说清楚，看看这顾家的门到底还要不要了。现在的年轻就是自私，眼里哪有长辈？二姨也是脾气太好，由着儿媳妇胡来。大姐这嘴怎么就没个把门的？婉宁这1年多不容易，她在这儿瞎起什么哄？你别跟着掺和，自己有时候群里吵架没好话。我能不掺和吗？以前是我糊涂，现在我还能看着婉宁受委屈？大姐，你少说2句。去年你住院，是谁跑前跑后给你找的巢位？是婉思。你现在倒好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秀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住院那是明旭托的关系，关他沈婉究什么事儿？你现在为了护着儿媳妇，连亲姐都咬了是不是？二姨，您这也太偏心了，哪有帮着外人说自亲姐？这帮人真是闲的。什么外人？婉宁是我们家的人，你们懂个屁！大姐，你别不讲理！明玉那阵子天天出差，哪有空管你？全是婉宁托他同学找的医生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以后别进我家门！你这脾气越说越乱，人家现在都说你护短不讲理了，你这不是给婉宁招黑吗？妈，你别在群里跟他们吵了，我来跟大姨说。你别管，你把手机放下。妈，你这越描越黑，大姨现在拉着全家亲戚在针对你。我以前就是太在乎他们怎么看，才委屈了婉宁。今天这事儿，我必须自己跟他们掰扯清楚。行啊，秀琴，你现在长本事了。既然你非婉宁劳苦功高，那咱们周末的家族聚会当面吧。大姨说关我什么事儿？这些就是证据。你什么时候留着这些的？当时没想着用，现在用得上了。哟，咱们的大忙人可算来了。婉宁啊，大姨今天得说句公道话，咱们一人不说两家的话。以前你婆婆有个头疼脑热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前年秀琴做数，你天天在医院守着。去年寿宴，你也是忙前忙后。怎么现在秀琴身体不好，你连个影儿都见不着了？全指望明旭一个大男人做媳妇的。你看看以前，你家里操持多好，亲戚们谁不夸？现在倒好，撒手不管了，这规矩可不对吧？姐，你别说了。秀琴，我这可是替你说话呢，你急什么？你不是替我说话，你是在戳我的脊梁骨。今天大家都在，我王秀琴把话说明白。去年大姐住院，端屎端尿，熬夜陪护是婉宁。去年我办寿订酒队，排会买会礼的也是我。说呀，你疯了！是我虚荣，我总觉得儿子出息才是我最大的体面，硬把婉宁的功劳全安在明旭头上。就连我身上这件真丝旗袍，还有你们去年收的那些高档礼盒，全都是婉宁自掏钱自己去挑的。是啊，大姐，去年秀琴那旗袍，婉宁跑了3家店才改好尺寸。明泽那时候连他妈穿多大码的鞋都知道。行。就算以前都是婉宁干的，那是过去的事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是谁管老人？明旭一个大男人，天在家洗碗做饭查派谱，连工作耽误倒好，当起甩手掌柜了。你们评评理，哪有让儿子天天围着锅端，儿媳妇做鞋的道理？这家里还有没有个主次了？大姨，您看清楚，这叫共享日历。红色是我妈的复诊和吃药提醒，蓝色是我岳父的理疗安排，每一项后面都清清楚写着负责人的名字。上周3我陪我妈去心内科复查，这周5婉宁负责带我岳父去拿。下个月的体检我已经提前半个月预约好了。不是没人分管了，以前所有重担压在婉宁一个人身，那是我们顾家失职，现在属于我的责任。这谁知道做明旭上陪秀琴去医院，孩子们有自己的办法，咱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哎呀，明旭现在是真懂事儿了，这分工好，科学。婉宁也轻松点儿，挺好挺好。婉宁，你看下2。上午9点，妈的血管复查；上午10点，我爸的理疗库程最后一次。下周2上午，我公司有个推不掉的董事会。我那天也要带团队去外地竞标，根本走不开。妈，您先在2楼新科科坐着别动，我拿爸的片子马上去找您。对，别乱走。心理科临时通今天加号，这是谁能想到？早上说下午才排到，现在催着马上上去。婉宁，你现在能不能抽空来趟12月？我现在走不开，下午2点就是大区总监的晋升答辩，我正在过最后的 PPT。我这边全乱套了，新科临时加号，把我妈的时间提前了整2个小时，爸的股复查又非要家属签字，我一个人根本分不身，你赶紧给我盯一下爸这边。我上周在共享日历里标红，今天下辩对我非常重要，我准备了整整半年。婉宁，这2边老人临时加必须，家属在愁，一个证人真的掰不开身，知道你重要，可我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今天爸妈的复诊都弄完了，
下午电话里我态度不好，我给你道歉。我真的是忙晕头，脑子一抽才说错话。你试试把心里你小题出来。这3天我连轴转，突发情况接二一撞，乱了，情绪崩了，话一出口就后悔了。我只是委屈又着急，不是真的觉得你的答辩不重要。你不是脑子一凑，你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这7年来，每次家里也是我的工作、我的时间、我的需求，永远都是可以往后放的。我现在不是已经把这些事儿都接手了吗？我没有让你去干，我只是今天实在扛不住了，让你帮个忙。你扛不住了，所以你觉得我的晋升答辩就该为你的失误让路。以前我一个人扛着2边老人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让你的工作往后放过一次。我知道你做的一直比我好，以前都是你默默扛下所有，让我安心工作。我好不容易想替你分担一次，结果一突发情况就慌神失控说错话。我没资格否定你的努力，我只出这点事儿。凭什么我认为我的事永远比你的事廉价？你接手了家务，你觉得我委屈，觉得累，可你有没有想过我过去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今天答辩通过了，但我一点也不高兴，因为我发现哪怕我把责任交还给你，在你心里我依然是那个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人。婉宁，今天在医院，对不起，我接手家里这些事整整1年，2边老人的体检、复诊、买药，加上公司那个新项目，我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代办事项，我怕做不好，怕你说我没担当，只能硬扛。但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以前那几年扛的到底是什么重量。你觉得我把清单交给你是为了看你丑，看你累垮吗？我知道不是，是我自己高估了自己。明旭，你累到失控，是因为你把所有事都揽到了自己身上，就像以前的我一样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你做的多完美，更不是让你一个人去送死。我要的是我的工作，我都不再被默认排最后一位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退一步，我退一步。不，这种谁牺牲多一点的思维本身就是错的。把所有压力压在一个人身上，这个结构早晚坍塌。我们得换个活法。2边老人的深度陪诊，比如手术、大检查，我们俩必须请假轮流去，这个没得商量。同意。但日常的开药、常规复查呢？你上周为了给我妈降压药撬了公司的高管会，那次确实差点出大问题。这些常规跑腿完全可以找专业的陪诊服务或者同城闪送，钱能解决的精力消耗不要用人肉去填。好，这部分费用从我们共同账户出。那家里的日常采买和打扫呢？你妈和我爸身体都还硬朗，他们不是不能动，只是习惯了我们包办。你的意思是把弹性留出来，周末的大扫除请钟点工，平时的买菜做饭你有空多去。亲家母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复查的事我们自己来就行。我是专门来接这件事的。婉宁上班走不开，民族性容易搞错，复查号取报告这跑腿的活往后归我。你看，我把复查时间、科室要带的片子都记下来了。下周2骨科我7点来接你。亲家母，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？昨天打电话问了医院，这不是帮婉宁他们，是我自己想做的。亲家母，我不抢你的活儿，我就陪你说说话。那你坐着，我来就行。亲家母，老沈这腿，医生说多久能下地？伤筋动骨100天，怎么也得2-3个月。那复查少说也要跑6-7趟，我都记进本子里了，一趟不会落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，以前我觉得出力是婉宁的事，现在想明白了，那条线画错了。老沈，你多吃点清淡的，你血压高得注意。谢谢亲家母。明旭前2天也特意给我买了降压药。他细心什么呀？买个药还能买错买牌子，最后还是婉宁给换的。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。孩子们的日子是他们自己的，老沈的复查是我们这边的事儿，我来跑，天经地义。这话怎么说？明旭和婉宁他们拿主意，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担。老沈复查就是我该担的那一块。回去干嘛？明旭那小子笨手笨脚的，我看着就心烦。在这儿陪你爸打几圈牌挺好。赶紧的，过来帮我看看这把怎么打。你妈今天手太旺了，我得找个帮手。好，我帮您看。哎呦，这年头真是反过来了，婆婆跑去伺候亲家，儿媳妇倒是连个面都不露，下班了才回来捡现成的。家里的规矩算是彻底乱套喽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规矩全忘了。老人在家病着，儿媳妇连个人影都见不着，全靠婆婆一把老骨头去亲家那边撑场面伺候人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，这是请了个祖宗回来供着哦。大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颠倒黑白也得有个限度。别在群里跟他吵，亲戚们都看，越吵越难看。难看也是他先挑的事儿，明明是妈主动遭，怎么就成了你甩手管了？我这就把咱们的共享日历截图发群里，跟他当面对质。大晚上的，你俩吵吵什么呢？明旭，你拿手机跟谁较劲？没谁，工作群里有点事儿。妈，你先去歇着吧，今天在婉宁家忙了一天也累了。拿来。你一撒谎就不敢看我，是不是你大姨又做什么妖了？妈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这事儿我来解决。这1年我都习惯了，他只要敢乱说话，我就拿事实堵他的嘴。给我坐下！你解决什么？你拿什么堵他的嘴？我跟他讲道理啊，
告诉他咱们家现在的分工，告诉他是你心疼婉宁才去帮忙的。讲道理，你大姨要是听得进道理，今天不会再群条语音。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明熙，这次你别插手，把你那套截图讲理的办法收起来。为什么？难道就任由他这么编排婉宁？因为他嚼的是我王家的舌根，他打的是我的旗号。你以为他是在骂婉宁吗？他是在替以前的那我叫屈。他拿的就是我以前也信过的那套婆婆就该高高在上，儿媳就该包揽一切的体面规矩。这烂摊子是我以前的做派惯出来的。他觉得我伺候亲家是丢了份儿，那是因为以前这么想的。他活在妈，大姨毕竟是长辈，明旭去说却容易把关系弄僵。婉囊，以前是明旭替你出头，替我收拾烂摊子，但今天这事儿解铃还须铃人，这套虚伪的体面得我亲手去掀翻。明天我亲自登门去找他，这一仗我自己打。哎呦，秀琴啊，怎么今天有空过来？快坐快坐，我给你洗点水果。不用忙了，姐，我今天来就为一件事，把你朋友圈那条阴阳怪气的东西现在删了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发个朋友感慨一下，现在年轻人不懂规矩，怎么就阴阳怪气？咱们一家人我还能害你不成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怕你被儿媳拿捏了。为我好，你是在看我的笑话吧？姐，以前我也糊涂，觉得儿子出息了，儿媳妇伺候公婆是沾光是本分。可这一年，明旭亲自接手家里的事儿，我才算彻底看明白，明旭那是孝顺，被那丫头逼得闭嘴。明旭连我吃什么药、哪天复查都记不住，全靠婉宁这些年出钱出力。我以前瞎了眼不认，差点寒他的心。现在我想通了，谁也别想再拿那套老规矩来编排我们家的人。你这是中了什么邪？胳膊肘往外拐。婉宁是我顾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，不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删就删嘛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真是不识好歹。行了吧，删了，以后你们家的事儿我一句都不多嘴。记住你今天的话。今天我去把事情彻底解决了，以后没人再拿那些闲话烦你们。辛苦妈。这是这段时间自己整理的家庭事项册，里面记了我和你爸的体检间、亲戚的人情往来，还有亲家那边的复查安排。明旭，以后家里的事儿照着这个册子，咱们分工来。婉宁工作忙，你多承担点，我能自己跑的，绝不麻烦你们。妈，这就肯定办好，一家人有商有量，互相体谅，日子才能过得舒坦。各位领导，请过目。婉宁那个大项目今天正式结丧，公司最高表彰，奖金也批下来了。今天必须把两家人聚齐，好好吃顿庆功饭。好，好，婉宁辛苦这大半年，总算有回报了。这孩子从小干活就拼。今天周末饭店肯定订不到包间了，就在家吃。爸牙口不好，得炖个软烂的红烧肉。妈血压高，得配2个清淡的素菜。我看看盒马现在还有没有新鲜排骨。明旭，你等会儿去楼下买2条鱼，我先把菜单列出来。手机收起来，今天你是功臣，哪有让功臣自己张罗庆功饭的道理？妈，我不累，这几道菜我做惯了的，很快就好。做惯了今天也不许做，这顿饭我来张罗，你们谁都不许插手。听妈的，买菜跑腿的活儿交给我，你今天就负责做着。可是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还是去厨房把手吧。你的任务就是在这儿陪你爸妈喝茶聊天。建明，跟我进厨房。沈婉宁，亲家公骨裂刚恢复，牙口也不好，这大骨汤得熬足3个小时。亲家母不能吃海像几点？这一页一页的写的比婉宁原来那本还清楚。不过重新删了一遍，婉宁那本她自己留着，这本往后归我管。今天她不来，这香菜我偏要多放一把提提味儿。行，听你的，今天你主厨，我给你打下手。之前那只金镯子，妈替你保管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戴了，随时找我拿。亲家母、亲家公，今天这顿饭真是让你们费心了。婉宁这孩子从小就笨手笨脚的，嫁到你们顾家，真是享了福了。是啊，婉宁能有今天，多亏这项目成天，也是明旭在背后帮衬着。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都明白。以前是我糊涂，总觉得儿子有出息，儿媳妇就是跟着享福。可这大年，明旭接手了家里的事儿，婉宁这孩子哪里是笨笨脚，家里大小小的事儿，哪一件不是他安排妥妥当当的？我那次住院，他跑清售前对后。婉宁这孩子实在，这次这个大项目。婉宁熬了多少个通宵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明旭那点本事，帮不上什么忙，不添乱就不错了。这功劳实打实是婉宁自己挣来的。亲家，我今天当着2家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，这张卡
是顾家的公账，里面是我和老顾这些年的积蓄，顾家的钱怎么花，账怎么管，全交给婉宁来做主，只管顾安心养老。婉宁，家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妈，这我怎么能？没什么能不能的，你把这个家撑起来了，就该你来当家。亲家母，您这是真把婉宁当自家人了？本来就是自家人，我以前是糊涂。爸，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喝一杯，祝贺婉宁。爸妈，你们去客厅喝茶吧，桌子我来收拾。放着放着，你快坐下。咱们可是刚定好规矩的。你看这共享日历上，今天清楚楚写着晚饭后收拾厨房，责任人是顾明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去，别想偷懒。得令，我这就去。你去沙发上歇会儿，陪爸妈聊聊天，这里交给我。明旭啊，你手脚轻点儿，我那套青华子的盘子可是老物件，摔碎了你得赔我一套新的。放心吧，爸，摔不了。明旭现在这干活的架势虽然糙了点儿，但态度真不错。是啊，以前总怕给你们添麻烦，现在看着你们这分工明确的，我这心里也踏实了。妈爸，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大家。什么好消息？说来听听。婉宁，快说，别卖关子。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婉宁，这是真的？真的，刚确认的。好，好，这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儿。婉宁，好孩子，太好了！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婉宁，亲家母，咱们要当奶奶外婆了。得晚这晚就别洗了。明旭，给我出来！爸，什么事儿？今晚你不用干活了，好好陪着婉宁。婉宁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挺好的，就是最近容易累。那以后家里的活你一概不许碰，日历上你的那条我全给划掉。就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养好身体。老沈，今晚必须喝一杯庆祝。那是，这么大的喜事儿不喝怎么行？